你这是咋了？撞了啊！你刚撞哪儿了？撞哪儿了？哎呦，怎么回事？撞哪儿了？咋了？咋了？猴哥撞头了。撞到哪儿了？哎，一出门撞上了一只蚊子。哦，吓我一跳。亲上了，跟蚊子。跟蚊子接吻了。哎呀妈呀！涂东西了吗？没清凉油没我给你拿一个去。不用涂，就这样吧。明儿就下去了。你不痒吗？痒我给你涂一个去呗。我给你拿一个，我房间近。吃个苹果吧。清凉油。学，直接这样就行了是吧？做啥？这么大？被门碰了，不是金的。蚊子碰头。被门碰瓷儿了。被门？啊，被门上的蚊。蚊子咬的。嗯。怎么突然回来又想吃个什么？我给你煮碗面呢。不想吃那种大的，就想嘴里面想吃个什么零嘴儿。面包。姐，我们要不一起聊会儿天儿？这儿还有小零食什么的。聊天啊，聊聊呗。这不是一直都没时间聊天吗？哦，我靠。盘腿儿。啥意思？女孩那边，男孩这边吧？可以啊。来，这样啊，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行程是被赶着走的，所以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停下这个脚步去专门聊天，因为其实只有这2天咱还能稍微有那么一点时间。因为每天的行程都很赶，然后呢，大家可能偶尔聊一聊彼此的兴趣爱好啊，包括偶尔定一些行程去聊一些旅游的一些话题，其实大家没有真正的静下心来用心的去了解彼此，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一些真心话真的还挺有必要的。其实就是大胆说，哪怕是提出意见也没有关系，反而是可以促进大家更好的交流。就是我今天感觉到一个事情，我感觉到特别暖心一点，就是大家也没有逼我，也没有非要让我在那个时候完成，都给了我很长的心理准备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矛盾的点就是，我是真的不想跳，但是我就是输了，但是输的惩罚就是要我们跳。那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一直在做心理建设。我说我们一会儿到哪个地方人是最少的时候，我就在哪会儿跳，然后就是感觉大家都是很照顾我的想法，就是很暖心的感觉。今天，子珊，我多说2句哈。你虽然害怕这件事儿，但是你作为演员的话，你必须要迈过去，因为你知道身体是演员塑造人物形象的工具之一。你不要因为害怕你就老躲着它，如果你一直躲着它，它就会成为一个好演员的绊脚石。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试错的成本，在学校里学习你是没有试错成本的，因为大家本来就都不行，就都不会。所以我是觉得你不要因为心里害怕，然后反而说我老不敢去碰触它。你只有战胜它，慢慢的训练它，我觉得你才知道你的形体是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好演员的。好的，老师。没有。其实啊，我觉得你还有一个方面可以就是那样去想。对于你来说，因为你毕竟不是专业学舞蹈的，所以你的形体课对于你来说是一个辅助。那些嘲笑你的人，只是他在于说啊，这个好不好看，或者是你做的标不标准，但这个标准并不是你的标准。就是可能我们100个人有98个人都做得非常的标准，非常的美，但是你做的那个不一样的东西，你就是在里面最不一样的，就是最独特的那个，那是你自己的另外一个优点。同意。这几天能感受到倩姐压力很大，她想把一切事情都搞好，包括猴哥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俩就做导游的，想的就会比较多。但是想告诉你们的就是，我们是一个随遇而安的团队，我们是允许这个团队里出问题的。我觉得这样才叫经历。
就一切太完美了，我却反而觉得这个事情不完美了，有点不完美，有点小纰漏，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这一句话呢，也是童姐在阿卡塔玛沙漠的时候跟我说过的一句话。实际上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是我总是能感觉到你的不开心。我真没有那么不开心，我没有那么就说是不开心，我只是可能也没休息好。其实倩姐倒不是说，比如说偶尔会不开心，其实倒不是不开心。你除了在安排行程以外，其实大家都在尽量的享受这段旅程嘛。但可能更多是因为你不得不去分心下一时刻会即将发生什么，所以呢，你在思考那一刻，其实是会脱节，所以你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就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也不认为什么事情可以做到完美，但是总是要尽善尽美吧。是我只是希望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不要有那些让你们去临时帮我们处理的问题。总结一句，就是还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所以说，想让你好好享受接下来的旅程。就能感受到两个导游在法国这一站基本上没有玩儿。我说没有玩儿是，就他只是在陪着干事儿。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9个人的旅行，导游只是他们的一个小的身份，他们也是团员之一。所以我觉得我们让这个感觉更好，体感更好，更完美，我们也让导游能够参与其中。叶姐的点我懂，她想让我们也参与，因为她知道我跟倩姐是想玩的。对。既然说到这儿，我就补充一件我的个人看法，因为我之前有跳过伞，当然我确实非常喜欢滑翔伞，我真的很想尝试，但是这不是我一个一定要去完成的一个项目。相比较之下，其实我更希望的是，哪怕不去跳伞的那3个人到4个人，我觉得全程是可以陪伴大家一起的，整体大家一起游玩那种刺激的项目，一起的那种体验感其实并没有很多。我记得上一次我体验感最强的一件事就是咱们一群人从那个冲闸下面冲下去的那一瞬间。那一刻就跟有了团魂一样，丝毫没有顾虑，就是放肆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滑翔伞这件事情，即便是上面滑的那4、5个人，其实他们也需要下面人的鼓励。如果他也看不见。如果有人可以见证这一刻，我觉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一般是可以接的。姐，你就在下面这样。他一般是从基地开车上去，然后上面滑到基地。是的。你的包、手机都会存在基地，然后你的朋友是的在下面可以给你录，就你落地那一瞬间，一定你姐是可以见证的。他想要的是我们就是有人上去，有人加油，有人迎接的那种感觉。下来。其实未必我要在上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体大家在一起那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你想想，你从上面滑下去，但下面有你的家人在下面，就是见证你滑的那一瞬间。因为其实我跳伞的时候，我家人就在下面守着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所以当时我才决定，哪怕是可能牺牲大家去美食广场，但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去参与这个事儿会更燃。这是我的个人观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不是滑的那个人，其实真的不重要。导游，如果我们2个项目里面选择一个同时玩，还是要2个项目大家全都要同时玩？游船那个东西是可以同时的，因为它有2人船，有6人船，就是好几个人可以坐在一条船上去玩的那个，它是限时1个小时。所以现在我知道，就那个本来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玩嘛。对，那现在就是说第2个项目你也想着大家一起玩，是这意思吧？就大家都共同参与嘛。对吗？就这意思吧。参与一下。我是滑都可以，滑也可以，不滑也可以。对，我其实跟倩姐一样，滑不滑都可以的。对，因为我也是滑不滑都可以，因为我们都滑过了。只是，既然你那么想让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的话，那我们大家就都配合一下，那我们就都参与一下。就我也不是说强迫大家参与，就只是我就个人观点上，就是我是更期待这样，但是我不是说就是说，因为滑翔伞那个东西，你上去的点和下去的点是完全不一样的2个点。然后呢，我也知道你们俩的钱不够，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其实，在底下等的那个人也没有那么好的体验感，因为我滑过好几回，所以呢，我并不觉得就是说一定要感觉啊我在下面迎接你那种。但
但是你这么说了呢，你就会让我觉得，哦，那我不在下面站着迎接大家，会不会有点不合群儿？对姐，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就是你刚才的表达就会给我这样的压力。我完全没有姐，我完全没有这个。我就说呀，因为你不是让我说吗？我这人就很直接，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出发点没有什么坏意。你想追求的那个东西，我也很理解。就是我就觉得，为什么不早说呢？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呢？所以现在滑翔伞是几个人？滑翔伞4个，其实就4个人玩嘛，那就1辆车留下来，然后想去逛集市的你们就相去逛。是个好办法。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晚上有这个环节，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你就不说了。那所以，我就是在这一点上，我就会觉得，刚才我确实是有一点说，1个小时前发生的事儿，1个小时以后就变了。首先啊，其实我没有任何说想要给你压力，如果要真的给到你压力，那是我的问题。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我说这件事的出发点是因为大家可以说彼此最真实的想法。我刚才表达的方式不是说我以导游的身份去告诉大家我有这样的安排，而是说我以一个成员的身份，我表达一个我的想法。我没有改变这个行程，就直到最后我也在跟大家说，就只是我个人观点，我没有改变行程，所以我完全没有，因为我也怕改变行程对你有压力，所以其实我没有做这个决定。然后第3个呢，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在当下去讲。其实很难有我们9个人静下心里，然后我突然跟大家聊起来我的心声，其实很难有这样的契机去表达我的观点，所以我在那一时间我会选择退缩，因为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憧憬罢了，就是我没有必要当下我说大家听我说，然后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因为它没有到这个程度。然后呢，第4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刚才的偶尔的那种赞同或者同意，其实他们也不是说赞同要去。或者说赞同了，他只是赞同了，可能大家共情了我当时那个想法。其实我能感受到你这个性格，就比如诗朗诵那次，你觉得我们这个事我也想说，就那天晚上我有点不舒服，因为我知道白天我们定了诗朗诵这个事儿，后来呢，豪姐也说子珊没有节目，把子珊加进来，但是呢，子珊她不是个爱表达的人，所以通过晚上我们俩排练，各种就是不太行，到子珊说其实更想唱歌，然后我觉得唱歌也行。但是后来，因为豪姐也说了，可能也是无心的说了一句，你就类似说，哎呀，不是说好了我们一起读诗吗？我听我就觉得我有点内疚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背叛你了？你懂那种感觉吗？就是我又觉得好像我把他撇下了，但是弟弟现在又因为读诗这事，我们俩又没有自信，我在那个过程中我就很难受，就是这样。